Hello， 大家好，我是亚当。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一双匡威的 All-Star BB Trilliant CX， 这个名字啊是真的长。这一双鞋出来已经很久了 ，SGA 上一个赛季就是穿的这个鞋款。那至于为什么在过了这么久之后我才出这一双鞋的测评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一双鞋跟之前我测试过的那一双 Shift CX 在结构上非常相似，而且我之前穿 Shift CX 的时候体验真的非常糟糕，所以我对这一双 Trilliant 一直也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后来出来了像我手上现在这一个鸳鸯配色，还有那个白银配色我都觉得特别的好看，所以在这个鸳鸯配色补货了之后，我还是没忍住下单了。买这一双鞋的原因完全是出于我对这一双鞋外观的喜爱，我对它的性能完全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在我穿了它打了球之后，我发现它跟5年前的 Kyrie Low 2在很多地方都有着相似之处。首先就是这一副宽大的弧形大底，欧文的篮球鞋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圆弧形的外底造型。现在大家对于弧形外底的球鞋接受能力也会比以前要好很多，不会再有弧形外底就等于稳定性差的这种固有思维。当然，这一双 Trilliant 它的弧形外底也并没有那么的夸张，即使你没有穿过弧形外底的篮球鞋，在穿上这双鞋之后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不适感，而且它的横向宽度做得非常宽，穿在脚上非常安心，不会有不稳定的感觉。适配的人群自然相对来说也会更广一些。如果说 Kyrie Low 2是把灵活性放在第一考虑要素，然后再去考虑稳定的话，那这一双鞋就正好相反，它会更加优先保证稳定性，让大家在穿它做动作的时候更加安心。在这一基础上，再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出色的灵活性，让我们穿它去做变向的时候可以更加灵活，不管往哪个方向变向，脚底下都不会有明显的阻滞。而且 Trilliant 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也非常出色，往每一个方向的移动，脚底下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不过它的吸灰表现并不出色，如果场地上面有灰尘，那我们在实战的过程中还是需要经常用手去擦鞋底，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至于它的耐磨表现相对来说就比较一般了，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只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使用，毕竟这一双鞋也并不是特别便宜，如果要用来进行外场的实战，性价比并不是特别高。当然副哥们可以忽略这一点，好吧？在中底方面，因为配置只有全掌的 CX 泡棉加上前掌一块长条形的 Zoom， 所以它的缓震并不是特别出色。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震脚的感觉非常明显。如果你对于缓震有一定的要求，那这一双鞋我不是特别推荐。但是只要你能够接受它较差的缓震，那它就能提供给我们非常出色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在场地感这一个方面，它的表现是要优于 Kyrie Low 2的，它的中底重心更低，并且随着中底泡棉的衰减，它的场地感表现还会进一步得到提升。如果你痴迷于薄底快靴，那这一双鞋绝对就是一种顶级的体验。但是如果你对于这一种缓震较差，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什么缓震的篮球鞋并不感冒，那你就完全不需要去考虑这一个鞋款。这一双鞋的针对人群非常的清晰，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不在意缓震。如果你不在意球鞋的缓震，或者对于缓震几乎没有要求，那你才是这一双鞋的目标用户。而它跟之前我测试过并且非常不喜欢的那一双 Shift CX 之间区别最大的地方，也同样就在它的中底上。之前的 Shift 在中足部位完全没有任何支撑，穿着时间长了之后，足弓会特别的酸痛，在发力蹬地的时候，足弓的拉扯感也特别强烈。而这一次的 Trilliant 在足弓支撑方面的体验非常不错，穿上脚之后就能明显感觉到它在足弓处能够提供给我们非常舒适的承托感，并且在运动的过程中，足弓也能得到很好的支撑，整体的中底刚性也完全没有问题，足以应对高强度的实战。而且它比 Shift 有着更好一些的脚感。Shift 不仅缓震差，脚感也极其的糟糕，中底完全就跟板砖一样。而 Trilliant 则会好非常多。虽然它的缓震也确实还是比较差的，但是好在它的脚感没什么问题，在正常的实战过程中，中底能够过滤掉大部分的震感，绝对不至于板砖，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但是这一双鞋跟之前的 Shift 存在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前掌的 Zoom 气垫放置
指的位置稍微有一点点靠后，在往前发力蹬地的时候，我们的指骨并不能踩在中底的气垫上，没有办法体验到中底气垫所提供给我们的那种澎湃反馈，这一点还是比较可惜的。如果它能在前掌用一块面积稍大一些的气垫，比如说扇形的 Zoom， 那它的中底体验一定会有质的提升。好在这一双鞋的定位啊，本来就是更加偏向于变向多一些的，在变向的时候，它前掌的这一块口香糖 Zoom 就能提供给我们一定的反馈力度了，所以这一双鞋会比较适合变向偏多的球员去进行选择，而比较依赖爆发突破的兄弟们，我建议啊，还是可以去看看别的，好吧？还有一点，它在中底方面需要大家注意一下的，就是它的鞋垫在初期上脚的时候会比较偏滑，一定要磨合个几场球的时间，把它的鞋垫磨毛，不然啊，变向的时候双脚在鞋内还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位移。如果大家想要一到手就能穿上它去打比赛的，那我建议可以在到手之后直接把原来的鞋垫给换掉，这样它的整体锁定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提升。而造成双脚在鞋内会出现位移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鞋楦，它的鞋楦略微偏宽，再加上这一个没有内靴的设计，对于脚型的适配范围确实非常广，基本上所有脚型的兄弟都可以去选择它。但是窄脚的兄弟，我建议啊，还是不要去轻易尝试了。就算把鞋垫磨合完，估计还是会出现脚在鞋内位移的情况。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偏宽的兄弟们，再去考虑购买它，好吧？至于尺码的选择，还是按照大家正常的耐克尺码去进行选择就 OK。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5还是比较合适的，大家可以适当参考一下。而就是因为它这一个没有内靴的鞋面和偏宽的鞋楦，我们想要得到更为出色的包裹，就必须要把它的鞋带拉得非常紧。但是把鞋带拉紧了之后，在脚背处的压力就会非常大。穿着时间长了，能明显感觉到在鞋带这一整片区域的压迫感都会非常的强烈，对于脚背的压迫力度非常大。每次我穿完它脱下来之后，都会感觉到我的脚背好像麻麻的，不是特别的舒服。这是这一双鞋在包裹舒适度方面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其他方面的表现都非常不错，鞋面的硬度适中，舒适度与强度兼具，并且侧面的大面积橡胶上翻也很好的提升了球鞋的侧向支撑，在侧向急停的时候，鞋面能够很好的兜住双脚，扎实的内部填充也让它有着出色的中后段锁定，鞋面能够很好的带起它的中底，在实战的过程中完全不会有掉跟的感觉。但是透气性相对来说就会有一些偏弱了，如果在夏天穿它还是会有一些闷的，这一点大家也需要注意一下。Trilliant CX 这一双鞋有着出色的外观、极致的场地感和反应性，还有着不错的鞋脚一体性。当然，它的重量也非常的轻质，单只42.5码，仅为360克。在我穿下来之后的感觉我就觉得它就是一双鞋楦加宽之后，重心下降之后的凯瑞low 2。如果你善于使用变向突破，脚型又比较偏宽，那这一双鞋一定会是你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它的性价比并不是特别高。现在大部分配色600多的价格，在现如今这一个连旗舰鞋款也能降到600以内的市场上，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而且因为它上市的时间也已经比较长了，未来的价格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波动，所以我其实并不是特别推荐想要尝鲜的兄弟去购买这一双鞋。这一期视频是给在屏幕前那些早已经把这一双鞋加入了购物车，但是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付款的兄弟们看的。那如果你研究了这一双鞋已经非常久了，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下单，到底要不要付款，那希望看了我的这一期视频之后，你能够找到答案。这双鞋的目标人群其实非常的清晰，如果你是变向偏多的外线球员，对于缓震又没什么要求，那这双鞋一定适合你。当然，如果你的脚型偏宽那一定会更加的合适。至于其他打法的兄弟们，如果你真的喜欢，那当然也可以去购买，但是你们买了之后，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那么出色的穿着体验。那最后是不是要去购买它？我相信你们心里应该已经有了答案。对于我说的那一类这一双鞋的目标用户我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你心中的那一双实战神鞋。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阳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阳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